上诉能赢吗？不能，那你还浪费时间问我要不要上诉？因为这是您的权利。你们是我的法律顾问，现在一审已经输掉了，然后你们过来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如果我上诉的话，仍然赢不了。正因为我们是您的法律顾问，所以我们才要跟您说实话呀。如果驴会说话，说的都是实话，那说实话了不起吗？任总，您应该还记得，当初我们就建议过您不要告，告不赢，因为您赠与给莎莎的房产属于自愿赠与。如果没有，我不记得，我们有备忘录的。你说来说去，无非是想告诉我，如果当初我听了你们的建议，我就输不掉这场官司了。是这样的，回去跟廖佳敏说，我退钱。任总，这不符合法律依据啊！买东西不满意，我还能退呢。律师不是物品，您购买的是我们的劳动时间。如果您可以退还我们付出的时间，我们就退还您的费用。您看这样怎么样？小伙子说话挺有意思啊，读过不少书吧？我读过很多关于法律的书。好，时间就是金钱，说的没错。我的时间也是金钱，你今天浪费了我一晚上的时间，怎么算？我今天来是告知您的权利，并且给您最专业的建议。你所谓的专业建议，在你张嘴之前我就已经清楚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这样吧，任总，您跟我们主任建议把我换掉吧。我要的是赔偿，换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您去法院告我吧。嘿嘿，那效率太低了。你不用再解释了，和我一起去见任小年。主任，跟他认个错，道个歉。谁官司输了心里会高兴啊？你挣的钱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受气受委屈的。可当时咱们跟他提示过风险啊。所以，他更加恼羞成怒啊！他觉得你是有情绪，故意打输了官司，让他难堪。他怎么能这么想？人家这么想很正常。你以为呢？客户找律师，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要听律师的，而是要让律师听他们的。对呀，我们就是听上他的，所以才输了呢。那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呢？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客户不是你亲爹亲妈，给了你那么多钱，让你听人家两句，怎么了？你顶嘴，人家再说你两句又怎么了？要是赶上我爹我妈呀，我要顶嘴，直接就动手了。主任，啊，任乔啊，你跟你父亲说，千万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呀，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咱们换条思路，见了面再说，行吗？哎，好。一会儿见到任小年，你就听着，该道歉你就道歉。对不起，主任，我不去了。你什么态度？您跟任总说，我今天就辞职了。感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嘿，你辞职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全景一定不会放过齐家，齐家是咱们的客户，我不想夹在中间，我更不想让您为难。谢谢您。哎，马飞，你这是怎么了？啊？辞职了。为什么呀？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职业吧。不是你到底怎么了？啊？不是你别走，你跟我说说干。我没事儿，去上班吧。拜拜。不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这跟你们分不分手没有关系。罗老师，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他的资质不足以满足我们律所的要求，那就让他做一个受薪律师，可以吗？你看啊，这是我们律所各级合伙人推荐来的律师，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早上好。早上好。早。早。
那个，你们知道这个娃娃是谁放在我桌上的吗？你不知道这是谁送的啊？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齐家的事儿，但我只跟你说事儿啊。齐家的事儿，我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之前呢，就有人投诉过他们，也曝光过他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通知平台删除或者主张民事调解。他们公司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法务团队，一般人告不起。你还是想要劝我放弃，对吧？不是，我是想跟你说。我大概了解了他们的路数。他们公司有一笔专门的费用是用来平事儿的，一般的事儿他们自己就能平。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不一般的事儿才找你们？是的。我突然想起来了，我遇到过一起，是一个老人的儿子说他父亲被齐家的保健品给害死了。左边左边 ，OK。林大姐早，早，早，早上好。早。老样子。好的，没问题。廖主任，您亲自来吃早餐？我是亲自和你来说两句。麻烦加多一份。好的。什么事儿？您说。你跟封印说了，我能帮陶月找专家找医生。他跟您说了？没有，我猜的。您料事如神。和你确认一下。是好意。我没怀疑你的动机。有件事情求你一下啊。放心，跟案子无关。说求就远了。您是前辈。能不能让麦飞去你们全景？您对他可真是厚爱有加。他会是个好律师，不过他需要先接受一些教训。我能做的就是提前给他那些教训，让他早点摔跟头，早点再爬起来。好。如果他能爬起来，他愿意到我这儿来的话，你找人去邀请他，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对他是一个鼓励，对吗？我懂您的苦心。不要提我，我不想让他知道啊。您总是习惯性的做好事不留名，只是不想留名被人恶意揣测。您想的周全。事情经历多了，就会周全。走，律师。您的2杯手冲好了。好，谢谢。啊，再提示你一句啊，你们到现在既没有撤稿，也没有道歉嘛。我是一直想找个机会能够跟你好好聊聊。不要浪费时间了吧啊！我们的客户没那么好说话。我劝你到此为止，不然等的就不是律师函了，该是传票了。我们并不怕打官司。你的意思是我们怕吗？再多说一句啊，我没有让封印给你施压。他当初在电话上跟你说到此为止的时候，我就在他边上，我听到的。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如果我们开战，那就要公开公正，绝对不能明里一把火，暗中一把剑。佳敏姐，您太不了解我了，我不是那种人。我在说封印，封印也不是那种人。我比你了解封印。当初我带着客户走，他装没看见。我创立龙科，给他的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
客户问他，他居然说来去自由。然后我挑着他的客户打官司，他代理原告，我就代理被告。但是他居然就不再做诉讼律师，不亲自出庭，他一直就躲着我，绕开我。不，他是不想和您正面交火。但我们的问题是，他的客户和我的客户存在着利益冲突，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他建议您放弃，是因为他不认同您客户的价值观。他跟你说的？我猜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那男的最后找律师也咨询了，他爸60多岁，得了不治之症啊。公司的法务就跟他说，就算你去医院看病也有治不好的，那你能赖医生吗？你不能说最后吃我们的保健品没有治好你的病，就赖我们保健品吧？那他就认了。公司的法务还用了其他办法，比如说呢？软硬兼施。最后那男的签了一份保密协议，拿钱就走人了。但那份保密协议是我起草的，哎，我没跟他见过面啊，但我只跟他们公司法务对接。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人叫什么名字，住哪儿？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啊。那我有义务对我的委托人保密啊。如果你的委托人正在实施危害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那么你就不会再对你的委托人有任何的保密义务。这是律师法的明文规定，你忘了吗？啊？怎么了？干嘛呢？他居然敢这么对我爷爷！哎，麦飞，麦飞！封印的照片我已经摘下来了，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这是我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儿。可是封印还是我们的顾问，我们的顾问有很多，我们应该专门设一面顾问墙。你打算什么时候换办公室啊？不急。你坐在这儿，别人会觉得你只是封印的傀儡。有什么事情，人家还是会去找封印，让封印给你打电话。不会的。我需要一间办公室。你没有认真对待我。我认真对待了。可是能不能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说？你也知道，封印留下来的这些工作，客户都得一个一个发邮件，一个一个去拜访，去说明情况。我跟你开一次口不容易。你要是觉得我就应该一辈子坐在人家办公室门口，我没有那个意思。这件事情我总得跟何塞跟大家商量一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你还没有跟何塞说吗？还没顾得上。何塞这会儿正好在他办公室里呢。好，我去找他一趟。我跟我姐吧，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小区里边，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然后呢，她还经常到我家来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呀。所以我每次看见我姐吧，我都觉得我特别内疚，我特别想跟她把这真相说出来。你当然应该跟她说出真相了。但是我跟罗宾之间呢，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不就是穿裙子吗？对，如果我要把真相告诉我姐，那我就得穿裙子。你没有裙子吗？你在聊什么？裙子。这我们俩正在谈工作啊，我们正在说这个齐家保健品的这个案子啊，他们至少是涉嫌了虚假广告。我觉得封印啊，他并不知道真相。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就不会跟你说到此为止了。我完全同意，啊，
如果你要觉得为难，你不好跟封印交代，这样我直接去找他，我跟他把话说清楚，就说是因为我一意孤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如果你一定要做，我们一起。为什么？你不信任我，你怕我做不好，一点这个意思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说我们一起做？因为罗宾马上就要成为主任了，以后你们2个人不是平起平坐了，他以后也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办案了。是这样吗？如果你拒绝，就当我没有说过。不，我非常乐意跟你一起做。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回忆中重现的日子。我用了整整1个周末的时间，读遍了所有的马尔克斯，我终于找到了这句话，可以跟你电脑屏幕上的那句话相匹配，作为我的座右铭。我都被你们感动了。来，一起。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所有关于齐家俱乐部的斑斑劣迹。你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来找我的吗？你放心吧，你跟何塞说的所有的话，回头他都会告诉我的。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要做到裸诚相见。你们已经……你误会了，裸诚相见啊，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说赤身露体，没有遮盖，但是在这儿的意思呢是说赤诚相待，毫无保留的意思。我没有误会，你误会了。好，误会了，你们就是赤诚相待，毫无保留。那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其实我是想跟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麦飞回来？我不反对。我反对。我对麦飞没有个人的意见啊，但是我听说他跟齐家保健品的小公主在谈恋爱。哦，那我也反对。这不等于是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给对方培养了一个卧底吗？那看看是不是可以让他管别的案子？我们现在手头上的案子太多了。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吧。你再想一想，方老大走了，蓝红也走了，他们之前手上的案子全部都压在我这儿，我们现在需要人手。我可以介绍几个我的朋友给你。我也可以。人有的是，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人，我们缺的是能干活、会干活的机器人。不是机器人，是既有情感又有奉献精神的人才。人才，对，是人才。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封老大坚持不允许在律所内有恋爱关系。我们不是恋爱关系，我们的确不是恋爱关系，对吧？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他就这么走了，不连个招呼他都不打。不，我刚才说的是我们不是恋爱关系，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但我没有说以后也不是。显然你们俩还并不是裸诚相见。看你弄的，就看你弄的，脏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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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你？干嘛呢？别，我们先看看爷爷。爷爷，来，爷爷，再来一口。我以后一定好好干，好好照顾你爷爷。新保姆马上就到了，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求求你，你别换心。你别逼我报案啊！
别报案，千万别报案！我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你要是报了案，我全家就完了，孩子也没法上学了就。我不报案，你走吧。那你能不能把你们录的那个监控给删了呀？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删了吧。要是被外人看见，知道里边是我，那以后我就更不能找活干了。起来。哎，我求你了，你删了吧，要不然我只能去死了。求你了，你删了行吗？求你了，行吗？你以后别再这样了。谢谢，谢谢，你真是好人，谢谢。就因为兰兰在何塞办公室，你就没有跟她说我的事儿？丽娜，你要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在跟我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有要钱的，有要人的，有要客户的，就连去哪儿团建、买什么东西都来找我问我。所以我才跟你提出要求，我要进管理层，我要成为管委会的一员。这些事情都是我擅长的，我可以帮你分担。主任，万辉律师到了。罗律，我们见过。去年律师代表大会照合影的时候，我就在您身后那一排。万辉，你站在我们主任身后，我们主任后脑勺没长眼睛。贵人多忘事，您可能把我给忘了。没，来，快坐，快坐，请坐。来。哎呀，万辉律师希望能加盟到我们的律所，所以今天把万辉律师请到我们的律所来，希望跟您见个面。万律师，说说您的想法。当事人不注意也算了啊，把自己的账户写成了对方的账户，你查清楚了啊？你就申请保全了？何塞，你找我啊？我告诉你啊，没有下次了，再有下次直接走人，听见了吗？听见了。让你走了，听见了吗？好。气死我了！幸亏我看见了。你消消气儿。你不知道他干了什么蠢事儿。你跟年轻人还是要客气一点，人家也是有爹有妈的人，万一人家亲爹亲妈知道人家在办公室就这么被你骂，那又怎么了？我就是被我爸这么骂大的，我这么骂他，那是对他好，为了他成才。范小天就是这么被你骂走的。哎，所以范小天才会有今天。他现在在顾杰那边已经是最年轻的初级合伙人了，独当一面了。哎，你什么事啊？我这忙着呢。我要进管委会，你什么意见？你要进管委会？律所成立至今，管委会成员那都得是高级合伙人，可你连个律师都不是，你只有行政方面的经验。是。论打官司，我是不如你们，但是论行政管理，你们未必比我强。那李女士，如果让你进管委会的话，你要从哪儿管起呢？我如果上任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让你搬到罗宾的办公室去。还有，我要实行办公用品个性化管理。合伙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办公用品，从订书器到签字笔，还有信号笔。不只是信号笔，还有便签、信封、信纸。高级合伙人还可以定制自己的信纸和信封。那我的名片可以镶金边吗？
们这边重新起草一份合同，会跟他重新谈一下。对，因为限购交易肯定进行不下去，然后你的定金和中介费就铁定没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你合同已经签了，到了付首付的时间不付就是违约，逾期15天就会有20%的违约金，中介会威胁说，到时候房东铁定会起诉，让你付违约金。你起诉解除合同，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所以绝对不能签。你签了，就是再好的律师也回天乏术。他们的合同就是一个陷阱，是一个陷阱合同，就跟路边摆象棋残局的职业骗子一样，你必输无疑。好，你能理解、能明白就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你看出来了？你脸上写着呢。何塞同意了。同意什么了？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职位——首席运营官。我们迅速地达成了共识。确实，全景的惯例是管委会成员首先都是高级合伙人，你上任伊始就让你破这个惯例，确实会引起大家的质疑。所以何塞才提出了首席运营官这个职位。然后作为交换，你就建议我给何塞换一间风景更好的办公室。这不是交换，这是他应得的。这就是你的运营。我有一整套运营计划，这只是其中之一。这是你一整套设计好的收买人心的计划吧？这叫增强凝聚力，不叫收买人心。我纠正你一下。我还没任命你呢。我时刻待命。好吧，你赢了。我决定为你破例一次。谢谢。我去工作了。睡前记得给我爷爷吃药，我都说清楚了吧？清楚了，放心吧，我在58同城上接过好多家呢，客户满意度在公司一直排第一。阿姨，我们呢在客厅还有爷爷的房间里安了监控，您的房间里没有，您放心。您可是我在58同城上千挑万选找的，所以说拜托您一定好好照顾爷爷。放心吧，爷爷。哎。我给您买了那个虾水饺，一点都不腻，一会儿让阿姨给您煮，好吗？我就先走了。哎，马上就该吃饭了，你吃完饭再走吧。不了，爷爷，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上班呢，我得赶紧走了。哎呀，真是麻烦你了啊！不麻烦，不麻烦，爷爷保重身体啊。哦，好，好。你说你要不要还是带爷爷去医院看一下呀？他不去，说没事儿。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带他去看一下。老人有的时候自尊心很强，估计他是怕到了医院别人问起来，说是被保姆给打了，会难堪吧？我问他了，是不是保姆以前也打过他？他不肯说。估计他以前让你早点回家，应该也就是因为保姆虐待他。那他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一是他说不出口怕寒碜，二是他怕他跟你说了，你会难过。何塞老师，哎，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当面跟我说。没有不满。哎，有也没关系，你别憋在心里嘛。好吧，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我尊重你的认定。
这是你写的恋爱候选人，名字是我，这算是一个认定吧？我的内栏里写的是你，我内栏里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名字，我们互相是彼此的恋爱候选人。但是候选关系和正式关系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比如说总统候选人，啊，这个人虽然说他是总统候选人，但是也许呢将来他是总统，也许呢他将来他就不是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彼此是互相的恋爱候选人，还没有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开始了恋爱关系。所以刚才罗宾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们还不是恋爱关系，我说的是正确的。这个还是我留着吧。可以下班了。我还有工作。还有什么工作？给你搬家啊。搬家不着急，等忙过这段时间吧。你忙过这一阵儿，就该忙下一阵儿了。可是现在真的是腾不出手来。我两手空着。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收拾，东西这么多。你哪次搬办公室不是我给你收拾的？包括上一次你被赶到楼下，我给你丢过什么东西吗？辛苦。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专门跑一趟？一件重要的事儿。
什么事儿？你说。在这儿等着。你这干什么呀？我穿裙子了，我现在可以跟我姐说实话了。你还挺合适的，哎。姐，那你别误会啊！哎，姐，你回来，我跟你说啊，你别误会啊，他是这么回事，你过来坐下。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就是之前啊，我答应了罗宾，我们俩打了一个赌，我要帮着他撒个谎，是不是罗宾？我当时就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还当真了！不，君无戏言。如果我不帮着你骗我姐啊，那么我就要穿裙子。但是姐，我必须把这个实话给说出来啊，哪怕是穿裙子，我也一定要说出来。那就是刘英美，我没有跟她借过钱。啊，没关系，不重要了。这不重要，是吧？不，姐。我现在说的可都是实话，都是实话，一点都没有骗你。你要不信我，你可以问罗宾，啊，你问罗宾，罗宾你说，是不是实话？是实话。哎，是实话。实话。啊，我相信。那什么。其实我来吧，就是想给你收拾屋子，没别的事。不，姐，你坐着啊！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啊！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从今以后我自己收拾屋子。啊，对呀，以后就自己收拾屋子啊。那什么，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买点水饺，我放这儿了啊，自己弄着吃。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哦，那我跟您一块儿走，我送你。站住！我今天必须得把这话说清楚了。姐，是这样啊，我姐夫跟你婚姻生活这么长时间啊，他有一段时间呢，他非常的不快，他非常的压抑。当然，这个原因有一部分是我给造成的，所以我呢，要向你表示诚恳的道歉。还有，我姐夫的在天之灵，我也要向他道歉。在我姐夫这段漫长的痛苦过程中，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离婚。但是如果他离婚了，啊，那么你们婚前我为你们写的那个婚前协议，他就会一无所有。所以他这朋友呢，就有给他的一个建议啊，让他呢弄这个虚假债务。但是我姐夫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办法。虽说我姐夫去世了，你在他的那些遗物里边找到了很多的借条。但是这些借条，我弟弟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啊不，还挺合适的，哎。姐，那你别误会啊！哎，姐，你回来，我跟你说啊，你别误会啊，他是这么回事，你过来坐下。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啊，就是之前啊，我答应了罗宾，我们俩打了一个赌，我要帮着他撒个谎，是不是罗宾？我当时就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还当真了。不，君无戏言。如果我不帮着你骗我姐啊，那么我就要穿裙子。但是姐，我必须把这个实话给说出来
啊，哪怕是穿裙子，我也一定要说出来。那就是刘英美，我没有跟她借过钱。啊，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这不重要，是吧？不，姐，我现在说的可都是实话，都是实话，一点都没有骗你。你要不信我，你可以问罗宾，啊，你问罗宾，罗宾你说，是不是实话？是实话。哎，是实话。实话。啊，我相信。那什么，其实我来吧，就是想给你收拾收拾屋子，没别的事。不，姐，你坐着，你坐着啊！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啊！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从今以后我自己收拾屋子。对呀，以后就自己收拾屋子啊。那什么，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买点水饺，我放这儿了啊，自己弄着吃。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那我跟您一块儿走，我送你。站住！我今天必须得把这话说清楚了。姐，是这样啊，我姐夫跟你婚姻生活这么长时间啊，他有一段时间呢，他非常的不快，他非常的压抑。当然，这个原因有一部分是我给造成的，所以我呢，要向你表示诚恳的道歉。还有，我姐夫的在天之灵，我也要向他道歉。在我姐夫这段漫长的痛苦过程中，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离婚。但是如果他离婚了，啊，那么你们婚前我为你们写的那个婚前协议，他就会一无所有。所以他这朋友呢，就有给他的一个建议啊，让他呢弄这个虚假债务。但是我姐夫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办法。虽说我姐夫去世了，你在他的那些遗物里边找到了很多的记录，但是这些记录，我弟弟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啊，不，没事儿，你放心。罗老师，怎么了，慌慌张张的？麦飞他被拘留了，他扇了保姆一个耳光。如果光是扇了一个耳光，不至于拘留吧？保姆验出了轻伤。那就不是拘留那么简单了。故意伤害轻伤，处3年以下。他绝对不是故意伤害。走吧，我陪你去。麦飞他是被冤枉的，是那个保姆虐待他爷爷在先，他从监控里看到，然后就太生气了，所以就冲回家打了保姆。亏他还是一个律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保姆虐待老人可以去报案。是，他当时就是有点太冲动了嘛，所以。那监控视频呢？那个保姆求着他删掉，他就删了。愚蠢。警察说让我帮他找个律师。那警察是不是还说，让你找到那个保姆，赔偿人家一点钱，写份谅解书？马上找到他的地址。怎么，二位来解决问题来了？好，那我就给你说道说道。昨天晚上把我老婆从他们家赶出来，你们也看见了啊，把我老婆打成什么样了？2颗牙都给打掉了。嗯，请您好好想一想，如果是您看到您的父亲被人虐待，您是不是也会有点情绪失控呢？咱这是一码归一码啊。我老婆跟我说，那老头就欠揍。你说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尿尿都不会啊，还不如个猫狗呢。我老婆刚给他把裤子穿好，他就尿了。你说又给他换上，他又尿了。
你说这不诚心的折腾我老婆吗？啊？您这2颗牙是什么时候掉的？昨天当场给打掉的。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他自己都承认打人了，跟警察都认了。您老婆知道的，我当时就在现场，我看到了，没那么严重，血都没有流，我没有看见牙齿掉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告诉你，我们这已经构成轻伤，已经验过了。那您这个鉴定时间是什么时候做的？肯定是被打了以后才做的。行了，行，我跟你们2位也不说这么多废话了。一句话啊，1颗牙50万，2颗100万，你们给钱，我们就不告了。您太太这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拔的吧？拔的不是打掉的那2个。那是哪2颗？您能给我看看吗？黛西，你来给他们普及一下诬告陷害罪。好的，捏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情节严重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不告了，那打就打了，他就。我想你们到现在还没闹明白，他没有打你，我们不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已经很客气了。你在干什么？你走错办公室了吧，罗老大？不好意思啊，还不习惯。哎，我多问一句啊，我听说许万辉要来咱们这儿吗？是啊，他会带来新的客户，然后你就许给他，到了这儿就做高级合伙人。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知道蓝红为什么离开律所吗？上海有几家外资所请我，都是高级合伙人。恭喜你了。我还在犹豫。别犹豫了，多好的机会啊！好好干，到时候我给你搞一个盛大的离职 party。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再过来。没事儿，我已经没事了，就是来告别的。盛大的离职 party， 我刚才听见了。
不必了，谢谢。我没办法给他高级合伙人的位置。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干了多长时间，他才干了多长时间？我要是给他高级合伙人的位置，你们能平衡吗？你们不平衡，谁给我干活啊？这实话吧？当时我在场。如果封印是你，我不是封印。当然了，我知道啊，你不必去做封印。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告诉我封印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而你们每个人明明又知道我不是封印。我怎么说才能不让你误解我呢？我们说封印，并不是说要你成为封印。其实你的这种此时此刻的感受，我体会过。真的，你像很长时间以来，别人都在跟我说罗宾是怎么做的，罗宾是怎么说的，甚至有人说我们俩关系不好，说我想要灭掉你。但是我指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顶多是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你。但是后来兰兰跟我说了，她说我不必成为另外一个你，尤其是不能做一个盗版的你，要做就做正版的自己。我跟你一样啊，我们都是那种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所以呢，我怕还不起别人，所以我也不受别人的恩赐，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少。我不用为了维系朋友关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让谁失望，都不要让自己失望。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谢谢你父亲。不客气。啊，这句话是我替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对你说的，不客气。我为你骄傲。这句话，我是替你父亲的在天之灵说的。我为你骄傲。我是在认真的跟你说。我也是，非常认真。罗主任，丽娜不在吗？丽娜姐她一会儿过来，您找她有事吗？啊，不是她找我。哦，对，她有东西要给您，您等一下。丽娜姐说，您觉得哪张适合挂在合伙人墙上，您就选哪张，您定。不好意思打扰了。找丽娜还是找我？找你。你让她自己定吧。啊。什么事儿？柯东要换人。换谁？焦恩。焦恩？那有没有可能约到他？丽娜的照片真的要挂在这儿吗？还没公布，我还在考虑中。权益合伙人或者类似的职位。我约好焦恩的时间告诉你。你刚才应该还有话没有说完。我说完了，你也听到了。我只听到了你跟我说，你真的要把丽娜的照片挂在合伙人墙上吗？好吧，那我可以说的更明确一点，你别介意。你说，我不介意。我喜欢全景，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
虽然别的律所也有这样的先例，不是律师也可以做权益合伙人，但是在全景不应该有这样的先例，至少现在不应该有。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提拔丽娜？你当然应该提拔丽娜，她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可她不是律师，她是你的秘书。如果你轻易的就让她做了全景的权益合伙人，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不公平、不妥当。我猜，也许很多人都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只是他们没有像你一样说出来。我跟你说的这些，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非常感谢。不，应该是我对你说，非常感谢。哎，老大，我来是想跟你说，许万辉可以来，但是不能一来就做高级合伙人。您说什么？你听到了？可是我已经跟许万辉说了，他是我哥们儿，您是答应过我，我是先问过您才跟他说的。抱歉，我当时并没同意，但是可能让你误以为我同意了，所以我来就是跟你明确一下。老大，那这样，您看您能不能同意1年以后让他当高级合伙人？如果他业绩可以达标的话，当然。我觉得我需要向你认真的解释一下，以免你误会我。来，你坐。我知道，你呢，喜欢拿我开心。我也知道，也许我对于你的意义，并没有你对于我的意义这么重要。但是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们没有几个朋友，所以我对这份友谊非常的重视，非常的重视。你到底想说什么？对于许万辉，我没有意见。如果是非得让他做高级合伙人，他才肯来，那好，那就这样呗。因为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啊，你说现在啊，顾姐走了，封印走了，蓝红也走了，你作为咱们律所的老大，你即使就是为了充实这个高级合伙人的队伍，你即使就是为了装点门面，我觉得也是需要的。如果换个人，恐怕早就跟你翻脸了。我说了什么让你翻脸的话吗？装点门面，是这句话吗？哎，你抓重点好不好？我不是说你再装点门面，我是说你即使是为了装点门面，那我也同意。我不同意。你说的对，让谁失望，也不应该让自己失望。所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许万辉可以来，但绝对不能是高级合伙人。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喂，能不能正经点？他不能过来就当高级合伙人的，要不然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赶紧去忙吧。谢谢。
什么事儿？我感觉您好像有心事啊。你从哪儿感觉出来我有心事儿？那您大晚上喝什么咖啡啊？喝咖啡就代表有心事儿啊？您可以和我说说。我没心事儿。你有事儿吗？我是过来感谢您的，为什么感谢我？为您每一次匡扶正义、除恶扬善。够响亮的啊！嗯。那请你以后再站在正义那边的时候，能不能也稍微站稳一点儿？别老是让我拼了命的匡扶你。下班回家了。少喝点儿。等一下，给我3秒，让我享受一下这种有人敲门的感觉。以前谁要找我，就直接站到我面前来，顶多就是敲敲我的隔板。有办公室真好。主任，你有什么吩咐？你不能当首席运营官，也不能做权益合伙人。我不能为你破这个例。可是你已经答应我了。对不起，我错了。所以你得允许我改正错误。我要是不允许呢？我并没有跟你签协议，也没有让人事部门发出正式的人事任命。你应该说话算话。这是你的聘任合同。行政总监，在我心里，你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天才。但是合伙人真的不可以。那首席运营官呢？我需要跟你留出更多的进步空间。如果以后你又进步了，我应该拿什么奖励你呢？你说呢？好，你赢了。是双赢。是双赢，可是你赢的更多啊。期待你继续努力，早日成为首席运营官。那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板，还是应该说好我加油啊？你想说哪句？你想听哪句？你选。是，老板。好，我加油。齐家保健品的案子，我恐怕做不到此为止。我看错你了，我就当您是在表扬我。是表扬。谢谢。再接再厉啊！好，我加油。还有啊，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许坐在办公桌上。好。再给你打电话，我一定沐浴更衣，以示庄严。哈哈哈哈！这可是你说的哈，必须说到做到。谢谢，谢谢你，冯主任。挂了。我们走吧，另起炉灶。我不喜欢逃避。那我们就这样，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你的这些做法，往严重里说，已经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了。那你就直接把我开除好了。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他是我最大的客户。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
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负全责。老大，你要相信我。我是相信你，但是你要让我清楚，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客户身上。我们必须要让来找我们以及准备来找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全景律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接，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而高胜诉率也由此产生。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如果你与我为敌，你的损失一定大过我。欢迎竞争，愿赌服输。这一转眼，半辈子就过去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对我的家庭呢，我是什么？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我应得的。我喜欢全景，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只有小律师，没有小官司。再小的官司，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大事。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法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光彩的，什么是光明正大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对的。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你计算过吗？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恭喜你，罗宾主任。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蒸蒸日上。